Hello，大家好，我是全爸。那这次法国 EVO 呢，相信玩老商的玩家们都很振奋哦。Kobaya 出现一个高光时刻，对上了 Duke 的拉希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这边以老商玩家的角度去看一下，这是以上由我自己这边的观点去看的。那我们直接开始吧。那就让我们从这一段开始吧。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一些情报。那以下呢，我们就也不称呼选手的名字了，我们就直接以老商跟拉希德来这样称呼吧，比较直觉一点。这边老商有3个气，拉希德有2颗气，然后血量上是老商落后。可是啊，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呢，拉希德只要少一点点血，就少这么一点点哦，就会进入到1级圈。那这个1级圈的算法也很简单，就是用动力条来看，正常的一般角色1万滴血的话呢，刚好这个位置。动力槽这个尖端这个位置呢，就代表着老商裸抓 SA3 1级圈，但是这边讲的是经典的手转的 SA3， 不是现代模式的一键 SA3， 所以这边其实老商还是有机会，他只要想办法再摸到一下，然后抓到 SA3 就可以直接逆转，就直接拿下这一灯了。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发展。为什么老商这边会用绿冲敌呢？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骗凹的对策。我们可以这边来演示一下。好，接下来我已经把血量给还原了。那还原的方式呢，我是用看着影片把它乱了一次以后得到了这样的血量，所以说基本上是精准的。因为你在角落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成功的几率不高，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这个时候把注意力放在防 DI 在角落的时候，所以这个在场中的时候才比较好做。这是个人使用心得。你在场中的时候遇到这种已经有在盯你取消的人啊，是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大部分的无敌凹都可以处理，但是大绝就不行喽。那既然这样子撞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还要花资源呢？虽然说这样子呢，对上一些角色你下来以后还是可以继续确反他的，可以继续这样的。那为什么他要用绿抽呢？把自己给烧干？那其实这个绿抽呢，比较目的是因为他尊重对手，应该是用确认的。因为其实如果你这个轻攻击然后就凹的话呢，大部分来讲都是猜的成分很大，然后或者是对手紧张的时候才有可能会不小心喷出来，所以他是做了一个尊重对手的情况，他要演得像一点，就是他要演一个绿冲打摔折的动作，要演得像一点。简单讲，就是因为对方如果是用确认的话，会慢一点，那有可能这个 DI 会被挡住，所以预防万一呢，他尊重对手，他选了一个用绿冲，同时呢，这样演也比较像。大概情况下就是这个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他的绿冲 DI 开始。那这边被对空了以后呢，倒地会被 SA2，果然。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状况，基本上是非常的不利。老商这边当然会处于一个很糟糕的状况，因为没有 parry。往往这个时候 SA2 呢，共通对策就是先 parry 挡住风再说。那因为 parry 到风的时候呢，只要没有被推挤，那基本上你就会进入到一个联防的状态。那大概率的第一波公司都不会有事，就是不管他打摔折啊，或者是打上下折啊、前后折啊，这个时候你因为你被风卡着 parry 都会处于一个不会出事情的状态。反正这个时候是要注意到，就是 parry 没的时候那一刻的选择。那现在很惨的就是没有 parry 啊，所以再来就是要硬挡啊，而且还要被磨血。但是呢，在这另外一面就看到了老商黄血了，也就是说他的 SA3 已经变成了 CA。那 CA 的情况下呢，拉希德这个血量被抓到就会死哦。这个时候拉希德等于说他只要一个选错，就可能会被 CA 抓死掉。所以老商在这边唯一的寄望基本上都是在抓 CA 一次翻转。那拉希德在这边进攻的时候，他就要很严谨的，就是每一个没办法连段或者不联防的情况下呢，他都要顾及这个 CA。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发展。好，这边的中段没有挡到，可是呢，就刚刚讲的，这里是没办法形成连段的，因为他没有乱动，没有打到康，所以这个时候只是-3而已 ，CA 会抓的点。所以呢，拉希德这边就选择了后踢风，再过来折一次。那这边呢，老商Kobaya这边很厉害哦，他刚刚被挡了一个中段，所以他先站起来挡一次。可是他看到这个是打空的以后，马上又蹲下，这个真的厉害。
然后这边是联防齁，所以说这边很安心的，他可以抹血，然后再出一次中手。可是接下来这边就是关键了，因为这边他已经没有风了，我们这边直接进入到训练场演示一下。好，一样，我们接下来会从这个时候来开始，就是他 DA 完以后跳过去，然后被对空，接着拉希德放 SA2，我们来还原这个血量。好，那我们这边呢就来模拟一下。好，看到吗？到了这边以后呢，它就不是联防的，这边拉希德只有正一。哦，从这边可以看到，拉希德这边就只有正一的情况下，也是一个老伤可以抓 CA 的点。这里呢是有过风，有碰到风的，所以会形成联防。接下来第二次是没有风的，所以是不联防。这边就是一个凹点。哦，那既然这边是一个凹点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个血量如果拉希德被抓到的话会死。那首先呢是第一种情况，也就是他真的压了，那这样就结束了，也就是最单纯的情况。那如果用跳，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呢前都会附带着 SA3 指令，所以说这边没办法用 PP 对空。对，你按 PP 对空的话，就反而还是会触发到。所以这边老伤最好的方法是往前。那既然这边是老伤抓 CA 的点的话，既然能凹，自然的他就可以这边选择前跳。那你如果用跳来躲抓的话呢，基本上老伤都很有机会可以跳出去。所以说这个时候用后就可以躲掉，然后同时呢也可以避免他往前跳。这后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但相对的，这个时候前是很多老伤会做的事情。那有练过老伤对策的玩家，这个时候应该是后的时候呢，随时搬着跳，看到老伤跟着一起前的时候就要先跳了。你没办法等到说他进入特写的时候才跳，就跳不起来。后基本上听起来是一个还蛮安全的选项，但刚好就是后会没办法躲掉，直接马上的 SA2。这个点的话，哪怕老伤只要稍微迟疑一点或转慢了一点，都会被挡住。那这个时候拉希德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他可以做空插。哪怕遇到 SA2 呢，因为你搬着空插的上啊，其实很容易就跳走。哪怕老伤转慢了，然后你空插出来了，这个也不会有事。唯独怕的就是呢，就是老伤不动，因为现在这个血量呢，就是当时挡完了一整套 SA2 公式后血量是这样子。如果这个时候他在对还不会死，换句话说，如果在那个时候他猜错了。也可能会遇到这种局面，但是以猜对方一定会出大的前提下，空插的一面还是大的。当然还有 SA1 的选项嘛，那这个都是这个都是博弈啊。SA1 当然会抓到，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差别就是被 S1 抓到或者被 SA2 打到都不会死，所以被 SA1 打到或被 SA2 打到，其实都还是可以接受的状态。回到这边就是他确实用了 SA2 抓后哦。抓完以后呢，刚刚已经有解释过，在这边怎么样都不会带死，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还是 Kevin 他觉得 OK 没关系的选项，因为他还是有一面哦，因为毕竟他是虚弱，随便再给他磨个血他就死掉了。但是呢，偏偏在这边他用了一个比较快的节奏，就是直接在这边做了一个膝盖 set， 这个 set 是正死 set， 落地以后，通常老伤会用头锤或者指令头都可以。那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不好意思，因为我在录制的过程中的血量跑掉了。那我现在是用大概目测的，也就是血量大概是2到3%了。那我是调成2%。这边打到 SA2 以后，前膝盖是正死。这边往往呢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头锤，反转脚，都是一些回馈很好的。那所以这边他做了一个。就是直接抓 SA1， 因为如果对方猜是指令头的话会跳嘛。可是想说那头可以凹呢？事实上这个点不能凹。我们来进训练场看一下。
那口巴亚在这边呢，他选择了一个就是延迟的 SAE。那延迟的 SAE 呢，它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就是他做的这种东西给人家压力，然后对方可能会触动到就跳，也就是像大家刚刚看到的结果。那实际上我觉得它最大的用途是什么？是完全彻底在防凹。所以这边除了它可以抓到跳以外，它同时也可以抓得到拉西斗的凹。以上呢就是这一次这个两个高光他们背后所藏的博弈希望大家还喜欢。拜拜。Oh man, he's still set on that level 3, but you know he wants it for the next round. The huge drive gauge gambit there. He might have wanted to get the ODDPOS, I believe, you know, try to get past it that time. CA still on deck for Kobayashi. He's going to get the opportunity. He's missed the level 2 out. Again is the back deck. How are you so smart, Kobayashi? No! 影片结束咯，谢谢你看我的影片，希望你还喜欢，下次见哦。